哎，小伙伴们，不一样的一期啊！今天我们这样跟大家聊聊各位的评论，还有在 B 站的弹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今天是12号，明天要上午赶飞机要走，所以我怕明天应该是来不及的，来不及录像和剪辑，明天就正常我自己跑跑步就好了。跟大家聊聊各位的，不，有可能是问题，也有可能是我觉得有意思的事儿。有一位小伙伴说买了我同款的 T 恤，就前两天柯南那件，是柯南迷，我也是柯南迷，从平成的福尔摩斯看到了令和的福尔摩斯，对吧？但是柯南到现在也没用这个梗，不知道会不会用。去年他们就有联名的衣服跟优衣库，然后想让我分享我拍的日出的照片，可以啊，我得找一个，现在没时间，等我回到大阪，然后我们找个网盘。感觉每次家属的餐色都比我色彩艳丽一些啊！是一般我俩点菜就是换着吃，一个点比较传统的，一个点比较新奇的，对不对？这个小伙伴说的，我就想好好聊聊，因为我文字跟他说了，但是我还是想聊聊。说，最近可能因为事情比较多，有点厌跑，一跑步就烦。我想问一下，就我这么多年跑步过程中是否有类似的情况，如何调整？我回答的是这样的，就比方说昨天早上其实我状态特别不好，昨天是我第2个训练日，但是因为没有了第一天刚到这儿的那个兴奋劲儿，再加上有时差，加上疲劳，加上因为第1个训练日到这儿以后有那个兴奋劲儿，导致跑得比较快，所以昨天早上起来特别累，就不想出门，耗到了5点40。要出门也跑不太动，而且正好工作还有个事儿在等消息，就拿着手机不停的就等着看有没有推送，然后就烦又跑。但是你有什么办法呢？你也只能跑。但是昨天确实跟我平常的训练量相比，我昨天跑得少，昨天跑了15公里。如果不是这个状态呢，昨天应该是跑21公里，也就仅此而已。你没有办法，就是理智点的说，就是不能因为一个问题带来更多的问题。但是绝大多数人，包括我自己，也不可能每次都做到。大多数时候是因为一个问题带来了更多的问题，但是这些问题呢就慢慢解决。这就跟我觉得就跟玩螺丝方块一样，你失误一次，然后呢带来了连续几次或者10几次的问题，然后你又费了10几次的精力把这些问题都消了，然后进入一个平稳期，然后可能某一次呢又来了这么一个问题。所以这个事儿真的没办法，就是有时候你看为什么出来旅行既开心又忐忑呢？对我来说也有这个原因，因为第一我的工作不定时不定量，然后第二呢，怎么说，就是我觉得我的训练还是个挺大的事儿。第三呢，我不是一个特能随机应变的人，就是我的生活呢比较的沉闷和规律。就不规律的事儿我也开心，想出来玩，你说开心吗？很开心。吃好吃的开心吗？很开心。但是呢，你付出的牺牲和代价，就是在另外一些事儿上呢，要想的更多，要安排的更多，要调整的更多。好吧，就这样。然后问我5个1公里中间间歇多久？其实我的经验就是，可能2分钟比较合适，但是对我目前的能力来说呢，稍微有点多。就如果您是操场的话，我是这样推荐，就是您可以，比方说，2圈半之后，您横穿一下草坪，那个走路的时间就差不多。啊，我也是今年3月底开始跑步，80公斤体重，1.7米的个头，那是着实不轻了，39岁。那咱俩一边大呀，也是控制一天早上吃碳水，剩下2餐不吃，每天跑8到10公里晨跑。4月的跑量250公里，那不少了，1个月减了18斤，可以从7分多的配速到现在5分30。4月底偶然看到了咱们频道的视频，很多关于跑步的方方面面的疑惑都解开了，谢谢分享，还要继续跑，怀一颗艰辛，加油！您这不是问题，但是我看您说这么多，我就念下来了。确实是，您1.7米80公斤真的不轻了。我的极限，我记得我的就是那时候，因为不是像现在似的每天上称，那时候我的极限好像是94公斤，我太吓人了。1.7米80公斤什么概念呢？就是
就是我现在背着2箱半的矿泉水，就是这概念，确实是不容易，39岁也不容易。有些小伙伴说你才多大，但是你得看你想要什么。我想要240的话，39确实不小了；我想要300的话，那65都无所谓，真心的。说我的工作是神仙工作，我这车的鸣笛，神仙工作是要靠地狱的付出才能换来的，兄弟，不是谁都生在这个聚宝盆里，生在蜜罐里。我其实是生在一片贫瘠的土壤里。那你不下18层地狱，你怎么能上到那个地方呢？况且我也没上到那地方，就是我生活其实不怎么花钱的，可能各位潇洒娱乐那些钱我都没有开销，所以我才有更多的余粮去干这些事情，就是顾此而失彼，没办法。大家其实都是这样，很少有人能全兼顾。兼顾呢，你就自由了嘛。财富自由也不一定真的是说你想怎么花就怎么花，只是看你怎么定义这个自由，对不对？无伤是相对无伤，对于天天知道乳酸阈值跑的跑者，受伤是时间问题。对于天天就知道乳酸阈值跑的跑者，受伤是时间问题，循序渐进还是有必要的。更相信丹尼尔斯经典跑步法的观点，慢跑就慢下来，速度课顶到位。我同意您的说法，就是如果天天跑阈值跑，受伤肯定是不可避免的，而且不太可能有人能够真正每天跑阈值跑，能力是就恢复能力和体力是达不到的。您说呢？您说这观点我不否认，我之所以我是坚持我的观点，就是尽可能训练，每次都努力一些的原因是，您也说了，慢就慢下来，速度课顶到位。但是我的经验是，您可以翻看我这几年的视频，从2022年的北马之后，我就说我要慢下来，我要慢下来，我要慢下来。我用了半年的时间才真正能慢下来。第一，慢下来不容易。您现在说我慢下来挺容易的呀，那不是那个慢不是对您能力的慢。就像我跑5分钟，你们看好像就我跑5分钟对我来说是很慢的，很慢的。但是可能对很多人来说，5分钟是个不慢的配速，对吧？但是你要明白，我从日常训练4分30、4分40的配速，能够变到5分到5分10的配速，故意慢下来，我用了6个月的时间，真的不容易的。如果您平常是5分半的配速，那您可能要慢到6分半，您觉得容易吗？真的不容易。这是第一。第二，快要快上来。我在加入这个跑团之前，我自己练的时候，我这么对自己狠的人都不一定能快上来，因为不容易的。你没有一个前面的人作为一个目标让你追，让你去赶，很多人是没有这个狠心把自己干到那个快的。所以说，你说专业运动员，很多人都是就教练说你要努力跑，你要努力跑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有教练也不是说他就能快的，他快的动力是说他可能怕被淘汰，怕前功尽弃。因为很多国家，包括我国也是，选材运动员是很难的，因为他一旦前功尽弃，他就再无出路。大部分人是没有出路的，他只能去拼，就跟这个藏獒也好，或者说这个某些动物在互相要争夺那一个生存下来的名额，或者几个生存下来的名额是一样的。因为他们为了体育付出的太多，牺牲的太多，他没有其他的路可走，他只能去拼。而我们普通人，你就会想，哎呦，我有好多路可以走，你不可能拼到那个程度的。那理论跟实际是不一样的。就像说，如果理论都有效的话，那高考就不需要竞争了。那每个人都可能会为了决定，就在中国目前来说，还是很能决定一生命运的这么一件事儿，谁不愿意做一个聪明的做题家呢？同意吧？那为什么大家都做不到呢？都在那儿闷头的去傻做题呢？那他还是认为不自信啊，因为我觉得我聪明的东西不一定我能够做到那个聪明，对吧？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到那个聪明，那我们就不需要这个聪明了，那大家就没有竞争了。竞争的最后就是说，就像我看刘慈欣的一个科幻，我忘了短片叫什么了。这以后人类没有战争了，因为都相信科学了，就互相把各自的实力弄出来，大家拿电脑一模拟一演算，谁胜谁负，互相一赔偿完事儿了。那样的生活
真的会到来吗？我不认为，我不这么认为。下一个啊，还以为终于看到新鲜的了，结果博格还是国内时间8点发，那就是新鲜的呀，兄弟。现在我这儿是布达佩斯下午5点，是各位北京时间的加6个小时23点。我今天早上起来跑完步训练完是7点半，加6个小时就是各位的下午1点半。我剪辑、处理、做字幕、校对、做封面、上传全弄完，差不多是这边的上午10点，就是各位的晚上4点。然后呢，那我定成第二天北京时间，各位第二天北京时间的早上8点发，那不就是新鲜的吗？就我在旅行中啊，我在放假中啊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还行吧，大家见谅吧。空腹晨跑的话，吃点什么能快速提供能量比较健康呢？我这几天都吃巧克力，不是长久之计啊。我也觉得不是长久之计。是这样的，就是我觉得夏天如果就是气温还行的话，不是特别冷，您可以试试不吃，习惯一下，差不多我的经验啊，1周就能适应。冬天确实比较难。如果您是南方就亚热带或者热带地区的小伙伴呢，无所谓，也可以不吃。像北京就不行。那时候北京的时候，大概我早上起来吃的量，我给您个建议，就是吃白吐司，或者说那种吐司其实不算是最好的选择，因为吐司黄油和糖太多了，可以考虑欧包。什么概念呢？差不多就是100千卡左右的热量吃进去，以碳水为主就可以了。说有人说吃匈牙利的国菜叫什么高拉式，对吗？我不发音不一定准确啊，就是那牛肉汤，还有那炖牛肉，我吃了，就是只能说不惊艳不难吃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这边吃牛肉的口味比较偏瘦，就是特别瘦，完全没有那个脂肪和筋。这一点呢，和我们的饮食，包括和日本的饮食是有比较明显的差异的。不难吃不惊艳，我只能这么说。新手问一下，我跑步的脚步声没有我这么大，是碳板鞋的原因吗？不是的，是这样的，因为您听到的脚步声是我拿着相机收录的跑步声，就是从我的脚通过骨头传到手，传给相机的声音，而不是耳朵真正听到声音。我们耳朵听到的跑步声是通过脚通过空气过来的。那上初中物理咱们就学过，对不对？那声音在金属在这个固体里的传播，跟在水里的传播，跟在空气的传播是不一样的，是吧？那没办法。我因为工作和家庭原因，只有白天能跑步。您说是在树荫下慢跑呢，还是去健身房跑步机？那看您的意思，应该是在一个比较热的地方。但是跑步机，如果您的目标是以马拉松为目标的话，跑步机不能完全代替路跑。如果是以马拉松为目标，我觉得跑步机的训练量不能超过30%，超过了可能有点多，只能调整。就每个人都会面临生活中很多的无奈，没办法，那怎么办呢？对吧？爬升是不是飘了？我也不知道，没有什么其他额外的操作。河水泛黄是因为雨季或者汛期，对的，差不多，我也是这么看的。那X4拿10来分钟胳膊就酸，是啊，那个我那还不是那特长的自拍杆，但是没办法呀，我还是期待。我第一是想给大家呈现更好的画面，第二想给自己留下更好的记忆。它就是什么事儿都是这样，就是既带来了优势，也带来了负担，那不都是这样吗？没办法。话说相机和麦克风没有时间码，这样对轨会方便多，是可以有时间码的，但是相对麻烦。我现在对轨用达芬奇还有一个对轨的好办法，就是基于音频波形，就是我其实相机也收音，然后这个也收音，我拿这个当一个主的音轨，嚯，这喇叭摁的声太大了，然后把各个相机拍的片段都拽上去，然后呢用这个波形来去对轨，自动的就能实现。是这么干的，大家可以试一试。那个虽然没有时间码那么精确，但是听不出来的，可以认为是很精确的。
升级成4K 画质就更好了。但是是这样 ，B 站别说4K 了，1080P 的60帧都得花钱才能看。而且我在这儿希望快一点传。而且那天为什么不是4K 呢？是因为有部分的视频是够拍的，够只能拍1080P，我就按1080P 来处理。那天其他平台也是1080P。2020年最后一次出国，布达佩斯晨跑美极了啊！我理解您。上海只是来了机场，所以不太能见面。还有小伙伴说问我什么时候去米兰，飞过去跟我跑步。我不去米兰，我去那个拿坡里，然后最后从罗马回大阪。其他的我看看啊，去不去布拉格？不去，可能有机会将来吧。不知道这辈子我能不能出国，我不知道您什么意思。如果是那个意思的话，那其实我也没办法。就是还是那句话，甘蔗没有两头甜的。怎么可能？那叫什么？又要既要呢，对吧？就是我现在的生活是我牺牲了很多东西换来的，我相信大家能理解。包括可能看到其他的 YouTuber 或者 UP 主也一样，你看到人家那些，在我看来都是梦想中的生活，我也相信人家也是牺牲了很多东西才换来的。因为真正的富二代是不会抛头露脸去做视频挣这点钱的，您说呢？是不是？每一帧都是壁纸，但是可惜这个我发的视频不是很高的清晰度，回头还是我可以共享一下我的素材，看怎么弄吧。我还没有去过上海的世纪公园，再看看还有没有啊？差不多了，这家属举着拍的。博哥就是这意思，从日本出去玩的压力大，日元贬值的厉害。是啊，因为你想啊，几年前我们来日本玩的时候，差不多就是那时候的汇率日本元最值钱的时候可能得有5.6、5.7，现在只有4.6、4.7，真的是挺可怕的。河的一边叫布达，另一边叫佩斯。是的，我知道这个城市，小时候看陈佩斯的小品。所以这也就是人跟人其实是不同的，就像我跟我父母说这个事儿，他们也不知道还是这么回事儿。他们其实看了一辈子这个陈佩斯的作品的人，就是每个人其实看一件事儿想的东西不一样。有的人可能对这一件事儿敏感，有的人对那一件事儿敏感。您只要抓住您认为的发光点，您的发光点去追寻，你只有选对，就是选择往往比努力更重要。就是选对了一个赛道去做，可能会比您在一个不适合的环境下去拼搏更努力。就像你说我跟鱼比游泳，那我不是作死的吗？但是我要跟青蛙比跑步，我肯定是比它快的，对不对？UP 主也要注意休息好啊。是啊，但是时差基本上今天调过来了，今天我是3点半醒的。有种骑行套装可以把X4放在胸前，是的，就是那种东西有一个小问题。你们看前2天我背那个小背包，为什么今天不背了呢？就是穿竞速背心背那个是会磨这儿的，因为没有衣服。所以我在想，就是100公里那个，因为100公里那场比赛不是越野，就是公路跑，我应该是什么都不背，或者最多背那么一个包。但是如果背那个包呢，我可能会穿队服那种衣服，就是虽然是没有袖的，但是这儿会宽一些。差不多了，好吧。最后一位说多陪陪家属，片子可以等。那好吧，那就等这一部上线。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或者周围都是餐厅，我们去吃饭了。那就这么着，咱们下回再见。